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你们平时会不会做一些很奇怪的梦呢？我曾经梦到过和一群人共同对抗敌人，但梦里没有看清楚敌人长什么样子。在梦里的世界，我能够听见伙伴在呼唤我的名字，最终在对抗中还获得了胜利，生活一片美好。可一旦醒来，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上次的 SCP 视频下面有个小伙伴提到 SCP-1230 英雄的诞生，如果你接触到它，就可以进入梦境200年。这就让我想起了自己做的梦，看得我竟然蠢蠢欲动了。能体验200年的生活，在梦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，那岂不是爽歪歪吗？好了，不废话了，下面就跟正正一起走进 SCP-1230 的梦中。SCP-1230 是一本没有标记、绿色的精装书籍，在表面没有任何异常属性。打开 SCP-1230 之后，第一页就写了一句短语：一个英雄的诞生，而其他所有的页面将是空白的。书被合上后，页面会被重置。一开始平平无奇，但当阅读者入睡时，会梦到另外一个奇幻世界，而他自己是梦中世界的主角。做梦者完全清醒，有着与现实中一样的所有感官。然而，梦境的发展取决于做梦者的想象力，大多数都是符合做梦者喜好的奇幻冒险故事。在做梦者的意识中，这些梦境长度各不同，最短的仅仅只有45秒，最长的可以达到200年。一旦醒来，他们能够详细记住梦境中的各种细节。所有 SCP-1230 诱发的梦境当中，都将会出现一个自称手术人的人物，他的形象是一个穿着绿色斗篷的年老男人，说自己是 SCP-1230 的化身。经过做梦者的描述，这个手术人非常友好，乐于助人。他表示很乐于创造这些奇幻景色，并总是试图将梦中景色塑造成做梦者最喜欢的那种。在梦境结束的时候，手术人会很悲伤，并向做梦者表示请尽快再次来访。SCP-1230 是在一家小书店中被发现的，店主不记得自己有这类无标记的书籍，不过他试图向当地报社售卖一份关于神奇梦境书的故事。基金会成功的把故事抹黑成了一个骗局，并没收了 SCP-1230。目前它被收容在 Site-12 主图书馆书桌后面的一个安全收容保险柜内。使用的2级人员需要有令人满意的心理素质才可以。任何使用 SCP-1230 的人必须在48小时内提交一份所经历梦境的书面报告，并且进行后续的心理检查报告。在123001的实验记录当中，博士试图研究该 SCP 影响范围，于是进行了一次测试，打开了 SCP-1230，并马上搭乘了一架飞往家乡的飞机，还在一家旅馆过夜。回来后，博士报告在梦中看到了手术人。一旦你阅读了一个英雄的诞生，梦境马上就会注入到你的意识当中，之后手术人可以遥控操控它。博士表示，在梦境当中，手术人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。在02实验记录当中，这次是使用了一只机械手臂打开书本，还在 SCP-1230 上面放置了一台摄像机。然而，所有的页面都是空白的。看来 SCP-1230 只对那些能做梦的生物产生影响，大部分动物是不会受到影响的。在03号实验当中，一名地级人员被指示打开书本，并且在进入梦境当中立即找到了一个方法自杀。测试者仅仅45秒就睡着了，然后开始紧张的流汗。他报告称自己正在一座名为灰烬尖塔的火山顶上，试图寻找祝福之刃加拉迪乌斯。在被问及他为什么知道这些名字的时候，他说自己好像知道了他们的一切。显然，在醒来之前，他跳入了火山口，并感到一股强烈的热。地级人员请求再来一次，但被拒绝了。在04号实验当中，一名地级人员被指示打开书本，并在梦境当中对自己进行了非致命的伤害。6小时后，地级人员醒来并报告说，他感觉到了一种麻木的疼痛，这种感觉从未如此强烈到无法忍受。他还报告说自己遇到了一个年老的男人，询问他为什么要伤害自己，并感谢他没有像其他粗鲁的家伙那样自杀。在05号实验当中，教授提出了进入 SCP-1230 的申请 ，SCP 基金会飞快地获得批准，并授予了4级许可。工作人员回忆说，教授看上去非常兴奋，并有些人报告说，这名教授本身就是桌面游戏和角色扮演游戏的狂热爱好者。监控录像显示，教授打开了书本，读了那句话，并坐在桌子旁迅速入睡。他在15小时后都没有醒来。工作人员感到震惊，并通知了安保人员。现场医务人员能够证实教授还活着，并且身体依然健康。在入睡大约24小时后，教授开始移动，他慢慢抬起头，环顾了整个房间，一副很困惑的样子。安保人员进入房间并询问他的情况，他回答道：“我在哪？”随后被送到了医务人员那里。工作人员向他解释了情况。几分钟后，教授似乎恢复了记忆，并走进洗手间。过了15分钟，不见教授出来，一名护士进入洗手间查看情况，没想到教授已经用皮带吊死了。他在墙上写下了自己的遗言：“我再也回不去了。”博士打开了书本，想去问手术人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不过在打开 SCP-1230 后，每张书页都湿润了，还显示了同一条信息：“我很抱歉，我没打算让这种事情发生，只希望人们能够快乐。”每一页都重复了这句话。SCP-1230 保持了该状态长达3个星期，放置他的书桌必须每2周擦干一次。为了进行交流，博士在 SCP-1230
内放了一张便贴纸，上面写着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要和你谈谈。第二天早上，博士提交了一份关于他对 SCP-12301 的梦的报告。不久后，监视显示博士将另外一张小纸条放入了 SCP-1230。几天后 ，SCP-1230首次再次展示了一个英雄的诞生。博士拒绝发表详细评论，只是说给出了一些友好的建议。在最后一次实验当中，每张书页都湿润了。我觉得这就是手术人的眼泪，他的本意是给人带来美好的幻想，但那个教授肯定是无法接受自己回到现实的，落差太大而选择自杀。手术人对此也很难过，确实梦境世界太美好了，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想象，自己主宰了人生。但梦终归是梦，最终都要醒来的。这个 SCP 项目堪比灵丹妙药，可以让那些不想碌碌无为过一生的人，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梦中沉睡。所以说，如果 SCP-1230真实存在，那必然抢破了头。欢迎来到梦中的世界，我就是传说中的手术人，在这里你可以亲自书写自己的未来。如果是我的话，肯定会在我老死的前一天做个200年的梦，再活一次，然后满意的死去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真的存在这本书，大家想做什么样的梦呢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另外，感谢波士顿龙虾、老少女、33狐狸、代号赤天使、FNF 最可爱的杯子和平凡333对我的充电支持。喜欢本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。我是正正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